先进去。今天救护车咋这么多？开会呢？林薇，来了来了。这医院今天人怎么这么少？以前产检排队排到走廊。人少还不好，不用等。都挺好的，胎位正，可以顺产。今天住院部就你一个顺就打，住下吧，可以打催针。这我闺女怕疼不痛吧？2件药最好的钱不是问题，我在客厅。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住院生孩子的人特别少，就你一个顺产的。现在小年轻都不愿意生了呗。听说了吗？急诊那边要征用楼下妇产科，凭什么？今天病人这么多吗？对啊，也是奇怪了，之前都没有这么多病人。医院病人多不是很正常。走吧，闺女，先去病房把东西放下，然后再吃点东西。妈，你是打算在这里开小卖部吗？你懂什么？顺产住2天就出院，但万一呢？这些东西放不坏，吃不完带回去，有备无患。小板凳我坐啊，陪护椅子硬邦邦邦的，我腰不好你不知道。护士，你手怎么在抖？没事，可能今天太忙了，有点累。看来确实很多，都把你累得手抖了。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按铃。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？有什么不对劲儿的？医院嘛，生老病死的地方。是个女儿，母女平安。女孩好，女孩贴心，让我看看外孙女。外面怎么那么吵？不知道，好像出什么事了。你们先别出去，房里呢。痛了，咬人，痛得一样，又拦不住了。外面怎么了？员工通道，4楼有个员工通道，刷卡才能进。我们跑过来的时候，那里一个人都没有，门是关着的，说明那边没有丧尸。但我们要出这个门，穿过走廊，到走廊尽头的拐角，员工通道在拐角后面，这段路少说有30米，而且走廊里有10几个，那些东西至少10几个，不止。我听着声音，走廊里至少20个。他们靠什么发现我？声音。刚才我外孙女一哭，他们全疯了一样，所以他们或者看不清听。妈说声，任何声音都不行。你闭嘴！我皮糙肉厚不怕凉。你要是落上月子病，老了谁伺候你？我打头，我认识路。所有人排成一列，后一个人搭着前一个人的肩膀，不许说话，不许咳嗽，手机静音，鞋底不要碰地，听懂了就点头。坐电梯还是走楼电梯快？但电梯声音大，而且不知道会在哪层停。万一停了，门一开，安全通道的门后，丧尸不会开门。我们从楼梯上去，下层。这层是生产完住院的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活口。这里咋突然成这样了呢？先喝点儿，你从下午到现在没吃东西。周医生，外面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医院上班，应该比我们知道的多。这里不是突然这样的。你们听说过樱花国往海里排核污染水的事吧？我们这儿靠海，上面之前说要打造什么海洋湾景区，这片开发区，平时人不多，但有一群人特别喜欢来钓鱼佬。对，上个月急诊就收了一个被鱼咬的，自己钓上来的鱼看着不大，那鱼突然蹦起来咬他手指头，咬得挺深的，当时都觉得好笑，谁能想到被鱼咬？他没当回事儿。回家以后高烧不退，又吐又叫，家里人以为是破伤风，送来的时候人已经不太对了。什么太对？咬人，在急诊的时候突然发狂，咬了他老婆弟弟。我们当时只是骂两句，没处理伤口，觉得被自己老公咬一口能有什么事儿。第二天，他老婆也开始发烧，一开始不知道是传染病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急诊已经有10来个被咬伤的了，全是家属。他们本来只是来医院照顾病人的。我们得先吃东西，休息好。今天晚上哪里也去不了了，明天天亮再说。能走的话，根本也不会去。吃，能撑5天。虽然今天确定 VIP 的只有你们一家，
保险起见，我和小刘出去查看一下。谢谢。我有手术刀，事发突然，我怕有什么就给口袋里塞了一把。林薇刚生完孩子，这2天还是别走动，等养好再说。陈月，你手机呢？既然周医生说靠海容易出事儿，也不知道爸那边是什么样的，先打电话问问。那我也给我爸妈打一个。打吧，趁还能打通。小月，爸，你们在老家你住哪儿？妈呢？今天回来吃一半不对劲了，吃到衣裳疯了，都疯了。把窗帘上外面不要开门，吃的够吗？都不要撑几天。爸，你在家快点下一份热菜。你先。在一级市边上呢，干嘛还得带货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正往回开，咋了？爸，你听我说，买吃饭。第一，现在什么都别问，去做支越越好。第2，买药，地灵出药、消炎药、碘伏、绷带，现能买到的都买。第3，买宝宝用品，奶粉、纸尿裤、湿巾、奶瓶。薇薇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这边出事了，你现在不在初中市街走，开车走，往更偏的地方走。车上最好带上能防身的东西，刀、棍子什么都行。直接让你爸开车来找我们吧。太远了，300多公里，不知道高速是不是也这样？如果高速堵了，或者高速上已经，那爸来不就出事了？他出事了，我们这边没有人能去救他。我知道了，我这边你放心，我这辆车还能跑。爸，最好油也囤点。接下来，好。怎么样？在另一边的安全通道那儿，我听到了楼下丧尸的躁动，那说明楼下14层或10层还是有活人的。活人？大人还是婴儿？我们等政府救援就好。现在出去得多危险啊！我们刚刚都打了电话，你们打了吗？趁现在能打电话，就赶紧给家里报个平安。我们没带手机，能借一下手机吗？周医生，我没什么牵挂的，我的父母早不在了，我也没有孩子。妈，政府救援不知道什么时候到，在救援到来之前，我们要先学会自救。那楼都是丧尸，必须清理掉还好，就怕有活人。要真的是婴儿，婴儿可管不住自己。时间不早了，他的叫声吸引丧尸，丧尸躁动起来会吸引其他地方的丧尸。锁好门，先休息，明天下去看看情况再说。睡觉，轮班守夜，我先来。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。趁热吃，一人2个鸡蛋、馒头，粥管够。周医生，昨天你们搜查这层有发现有用的东西吗？走廊中间有护士之台，还有尽头有后勤杂物间。昨天我们上来的时候，我把楼梯间的消防用来堵门了，那个说不定也有用。最后再去4楼拿消防斧。洗手间有隔音效果，在我们没回来之前，他妈就在里面躲着。小刘也留下，他力气大。行。妈的！走。1个2个还行，多了得撤。先回去保存体力，下次再清。估计是饿了。咋咱这栋楼人这么少，都有这么多丧尸？那急诊那边已经沦陷了，有的家属被咬之后想要来这儿接人回去，谁知道？怎么样？楼下有活人吗？暂时还不知道。14楼的丧尸数量有些多，我们杀了几个就先撤回来。我这里不需要人，这栋楼的丧尸不清理掉，后续只会越来越多。更何况，我们早晚也要离开这里的。我知道，但我担心。越往后拖越危险。每层都有2个通道，你们分为2批，一边发出动静吸引丧尸，另一边就可以悄悄摸后杀掉血，这样会轻松。止血钳、手术剪、胶带、铁丝都带上。杆子够长，很能当盾。陈月，准备好了吗？来。杀千刀的，这里面的人肯定是被自己人害死的。妈，你和周医生他们去搜空房间，看有没有有用的东西。我去算算其他的关着里大家该多少丧尸。那你注意安全。嗯。确认过了，这层没有活人，总共30间病房，其中18个房间里有丧尸，数量大概在30左右。目前屋子里的丧尸对我们来说没有危险，我们先回来一趟，把东西放完，吃个午饭补充体力，再去13层看看。行。
听你的，多吃点。今天14层搜了不少吃的出来。周医生，我们这是不是快停水了？按照往常来说，医院里储蓄电力最多撑2天，水能撑3天。如果只供应我们这一层的话，能撑1星期甚至更久。但这就要去1楼低压荷电室操作，不然。吃完兵分2路。妈，你和周医生他们先去13层看看，我去第1层看一下。你知道出定室在哪儿吗？保险起见，不要分散行动。我昨晚就把医院地图画下来了，我知道在哪儿。放心，我就是先去探路。竟然真的有孩子在这儿，孩子的妈怎么不管管，一直让孩子这么哭也不行啊。孩子的母亲不一定还在，谁家母亲会狠心扔下孩子不管啊？喂，关门！14层。孩子的声音没了。哎呦，让我知道是哪个狠心的妈把自己娃扔了，我非撕了他不可。等找到那个扔孩子的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先收物资吧，然后原地休息等陈月。如果陈月2小时后没上来，我们就下去找他。晚上的丧尸听觉会比白天更敏锐。妈，你怎么把孩子带下来了？林薇不说你吗？这孩子是这层的幸存者。这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我把自己锁在了外面。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在了。他手里拿着剪刀，他是要在变成那东西之前结束自己。婴儿饿了就哭，哭了就睡，睡了再哭，就这样撑了1天1夜。先上去吧，天色不早了。妈，现在这个世道发善心是最危险的，孩子是最不可控的因素，我们自己的孩子都顾不上，你还带回来一个。我也知道，可把孩子放在那儿，硬生生的饿死吗？你要是听他哭，你肯定也心软。再说了，我带上来的时候你不没吭声。身上说的没错，婴儿的哭声还是尖锐刺耳。你们本来也不会有个孩子，再来一个，声音叠加只会吸引更多的丧尸。都带上来就不能养着吗？这婴就算带了，没有奶粉，早晚也会饿死的。我搜物资的时候搜到了小罐奶粉，我都拿上来了。既然都带上来了，就养。我们还没有脱困之前是没有能力去救人的，物资有限，多一个人就少一分活下去的机会。他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如果是以前，你想养肯定不会拦着，但你要考虑现在。我这也是不忍心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下次了。既然绝里的超市有卖母婴用品，只不过要穿过2栋楼才能到，而且是在急诊那边。周医生，我今天下去的时候顺便看了每个楼层的情况，10楼行政楼层是最安静的，其他楼层的丧尸数量大概在20到左右，丧尸最多的在7层的儿科门诊和10楼的员工食堂。相反，1楼大都是没什么丧尸。如果要养这个孩子，那我们目前只能以这栋楼为基地，并且要解决掉丧尸。现在最大灵眼医务大厅是楼下1层的大门，我观察过了，都是电动的。我打算在变关掉之前，先将这2门给关上。想要关门，得拿到大门的机械钥匙和离合钥匙，还需要人把两个大门推至合闭闭，再用机械钥匙，这样才稳妥。为什么不直接电动管这层？当专医院级离合，做终极用可以开门的电力，并且更安全。我想现在就去完成，不然我怕孩子的哭声会将更多的丧尸吸引到我们这栋楼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带孩子住在洗手间里就行，只要关好门窗，声音就不会传到1楼的地面。妈，你把孩子给我，我去洗手间待着。你一个人怎么照顾2个哦？我是担心陈月他们，所以需要你盯着。你看看有什么重物，先拿到走廊尽头的房间。如果发现有大片丧尸在靠近，就把东西扔下去，制造声响，转移4里丧尸的目标。哎，这个办法好，我这就去。反正早晚都得这么做的，耽误一晚，不知道浪费多少电力。妈，你就留下来照一下孩子。哎，好。陈月，机械钥匙一般当天值班人员身上，我不知道昨天当真的是谁。我大概是有5只丧尸，我一提的话应该是他们。天都这么晚了，你也不知道能多一份保证。你看看有什么重物，先拿到走廊尽头的房间。如果发现有大片丧尸在靠近，就把东西扔下去，制造声响，转移丧尸的目标。
门先闭合，机械锁死，再断电。钥匙找到了，我们现在分两队，尽量动静小点，有丧尸靠近也不要怕，优先把门关上。我跟周医生去正门，你们俩去侧门，侧门时间比较短。我制造动静的时候，在对面那栋楼看到一个大着肚子的孕妇在求救。对面那栋楼是综合住院部，也是患者最密集的地方。一开始急诊平床不够，就全被送到那里了。妈，我也没想到那栋楼有人呢，还是个孕妇。我没说要救她，我知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多久，哪里还顾得上别人？忙一天了，都饿了吧？我给你们煮点东西吃。辛苦你了，等我好了，我陪你。你先照顾好自己。放心，我没那么脆弱的。他很乖的，只有饿了拉了的时候才会哭。我家宝贝真乖。另一个也很乖，旁边有人一般不会叫。乖点好，这样不会有太多危险。爸爸去打怪兽了，你在这陪妈妈玩。注意安全。陈月。这个高速国最高速烟气路是天天司机抬手，没事，如果刹得住，还跟得上吗？要不要休息会儿？最主要的还是你和小刘，你们两个杀的最多，我和小周顶多辅助，我还行。原地休息20分钟。10楼餐厅里面丧尸并不少，你打不过就撤。第10层是员工餐厅，里面应该有些吃的。昨天给第10层断电，如果不尽快带上去，用15层病房里的冰箱保管，食材估计很快就不能吃了。休息会儿，然后把能吃的聚集起来。下去后穿过餐厅就是停车场，再往前面走就能找到高压总批电室。那下面是不是还有丧尸啊？下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有人在下面。水泵房就在那儿，先过去看看。是你吧？在妇幼楼关店的那个，你那儿是不是有吃的？给我点。你关我水做什么？哈哈哈，不这样做，你还会来找我吗？快给我吃的，不然你就别想离开这儿。我没有吃的。没有的话，那你给我看看你背包。我要是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。死了拉一个人垫背也不错。好，你先把钢管放下。我包里确实没吃的，但楼上还有，我可以让人送下来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你想把丧尸引到我这儿害死我！你冷静点，反正你肯定想的是怎么弄死我。那我现在就弄死你！我们去帮陈月。
要杀我！陈月，隔壁是柴油发电机房，还有总库电线，你去操作一下。好。这个人怎么处理啊？我们放他，他会不会后续又把我们的水关了？那把他捆起来，自生自灭吧。别！你们捆着我，要是遇到丧尸怎么办？我还不想死啊！那你不许再关我们妇幼楼的任何设备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给过你机会了。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。给过你机会了。不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，我只是太饿了，我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再不吃我就真的要饿死了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，我是真的饿呀。饿的话你就出去找吃的，丧尸你不敢打，人你倒是敢杀。外面那些东西除了耳朵就属鼻子最灵敏，只要你留下，你的同胞肯定不会放弃你，这样我就有吃的了。不许动，不然我就在你身上来一刀。你就在恐慌中饿死吧。还好这里的丧尸不多，不然我们可能要走不出去。我们下来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打手电筒，可这个人身上没有手电筒。你的意思是他还有同伙？说不定那个光就是他为了吸引我们打的。先回去吧，那是我在给你们提醒。你和他难道不是一伙的？当然不是，我助你们把总储电场电气水芯关上，并且设置只有你们知道的密码，哪怕后续断电也不会开启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再来断水断电。这里是医院总电力室，只要将所有的电力和柴油只供应一栋楼或者一层，那最少可以撑上45天，甚至更多。我如果不把大门重新关上，绝对还会有其他人出来这样做。我不求你们和我一起，只是想让你们帮我一把，再不救就真的救不了了。这件事儿我们得回去商量一下。你先拿着吧，还剩下些电量。好。起来了。没事，妈，先上去吧。然后那个工程师就求饶，说他太饿了，陈月把他绑了。后来又来一个人，说想和我们合作救他女儿。造孽哦，那种人就该死了算了。乖，是不是饿了啊？你们后来遇到的那个工程师是什么样的？40-50岁的样子，看着和我爸差不多大。有没有饿得面黄肌瘦？没有，他说话有力量，能看出来疲惫，但感觉不像是饿肚子的。那说明这几天他不止在停车场活动，他肯定还去医院其他地方转过，甚至想要尝试救自己的女儿出来，却发现一个人做不到，才来找我们。这样说来，医院其他楼的情况他知道的比我们多。因为人心隔肚皮，我怕他别有用心。我知道我们更体壮硕，还是工程师，以后肯定有用。而且我们帮他并不是接纳他。10楼以下的丧尸不是还没有清理吗？如果单靠我们，要清几天，这样进度太慢了。不如让他和他女儿去楼下住着，顺便将清理丧尸的任务做过自，增加存活的筹码。我赞同李薇说的话，他的女儿也快生了，我正好是医生，如果我们不救，就怕对方编辑做出什么来。行。周医生，你觉得我现在进的防护罩能出去吗？不行，你是接触宝宝的人，外界还是少接触的好。林薇，等你出月子再说，不要太着急。把这个给那个工程师，让他先养好。看然出去了，急诊的诊点1楼的超市情况。如果闷了，就开窗透气，但别吹风。先吃点，然后说下情况。这下太来了，本来决定要剖腹产的，医生说病人太多没法排上，就让他先住一下。刚住下，末日就爆发了。当天进入手术室的邱寿还在蛮重的，就成了丧尸盛世。综合住院部每层楼都是丧尸，直接直进去是不惨，但用生意也有换，如果稍不注意就回不来了。没关系，我会检车和就有轿车。我就是骑着马上办的了，什么的，要等我多去买。好，那我们就推销第2步，等骑电动车将空地和1楼大厅的丧尸吸走后，楼里的呢，丧尸都不会开门，所以去开安全通道门，引至此的丧尸吸引走，另一个人从后面的安全通道门进去，将他女儿带出来。骑电动车就我和小周吧，我们2个比较轻，你们3个再看看怎么做。周医生，那你和小周注意安全，安全起见，我们2个一人骑1辆，一旦发生什么就丢下手机，坐另外一辆电动车回来，别忘了。好，外面知道主张。记住，先把外面的丧尸引走，我们再动手，谁也不许逞强，明白？走了。待会儿你跟在我后面骑，我带你去附近没人的小区。周医生放心好了，我肯定行。还好他们走路不是很快，走。出去，冲出去！陈月。我们女儿在几楼层？但大概是在10层往上。先从10层开始。小刘，你和王兵一起找，
如果不是10层，就在原地等我。好，我回来的时候再继续。你女儿在哪个房间？你还记得吗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她那天住院，并且办理了住院手续，我还没来得及问她房间号。那就一个一个找。芝芝啊！别锤了，一般这种都有应急解锁的钥匙。你等我。芝芝，芝芝，快！好了，你把他抱起来，后面还是要周医生看看情况的。撤！先进来待着，这里1楼清理过，没丧尸。哎呦，这孩子不就是前天晚上向我求救的那个吗？对不起，周医生，都怪我不小心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处理你的伤口，我们找个丧尸少的地方把伤口清理下，只要止血就没事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前面左拐有个卖早餐的，他们家附近都在拆迁，除了买早餐的时候人多，其他时候都没什么人。那就去那儿，抓紧了。我女儿是怎么了？她是饿晕厥了，我刚刚在上面已经给她打了高糖，具体的还要等周医生过来看看才行。我去急诊那边超市看看有没有吃的。等陈月回来的，你一个人去，如果在外面出事，谁来照顾你女儿？周医生和小周呢？他们把其他楼层大厅的丧尸往医院外面吸引了，估计还要一会儿才回来。陈月，我想出去给我女儿找些吃的。我刚刚去看了，超市那边有人在。还有人？那群人在末日刚来的时候就把超市门关上了。我之前试图和他们沟通，他们根本不理人。医院除了那家超市以外，还有一家小超市在4号楼。那我和你去一趟。为什么不给我吃的？还要这样对我？我就是想要吃的而已。我要让你们断电断水，我也要让你们活在恐慌中，不然你们永远也体会不到我的绝望。到底是谁多管闲事？快干掉他们！快把你沾血的裤子撕下来，然后用清水清理掉。这样就没问题了。伤口就算渗血，丧尸也闻不见。你撕下来带血的布条给我，我骑电动扔远点。好。那在这儿等丧尸围剿我们。那你去吧。这里有不少能吃的，你打包下，待会儿我们一起带回去。好。看来要去找3轮车了。这地下停车库都是连着的，比起上面，地下停车库的丧尸是最少的。这几天你都在地下室待着吗？我饿的时候会去找吃的。住院部和急诊那边我是不去的，那边丧尸最，幸存者也不少。还有幸存者？对，在那边，和超市里的人一样，只会缩在有物资的地方。大哥，这人没吃的，又是一个穷鬼。算了，扔外面，省得吸引丧尸。撤。刚刚
我都找这么偏僻的加油站了，竟然还有丧尸！快了，明天应该就能到。还是谨慎的好。开大车去加油站，那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我这儿有好东西，快来抢吗？好家伙，够我闺女用一阵儿了。周医生，丧尸变老了。看见的少，楼里还有不少。什么时候才能把丧尸全部清掉啊？那是不可能的，人都杀不完，何况是丧尸。是不是你改了电力室的密码？你们都想让我死，那就一起死好了。完了完了，我流血了！周医生，我们杀人了。不杀他，等着他杀我们吗？有什么回去再说，血腥味会吸引丧尸。我和王斌处理尸体，周医生，你和小周先把吃的搬进去。麻烦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把丧尸引出去，我和小刘也救不了人。周医生，你进去的时候看看我女儿，她情况有些不太对。我会的。我们既然刚刚去了4号楼一趟，怎么也得去送个见面礼。这样会不会得罪他们？不管得不得罪，他们肯定会找我们。今早周医生他们一直按喇叭，那些人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说不定已经在计划怎么从我们这儿拿到物资了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还好你及时打了高糖，目前产妇和胎儿都没什么问题。孕妇哪里能挨饿么？我们搜了不少吃的回来，可以分给他们一些。那我去弄点吃的，给孕妇挂一瓶补液过渡下。我去拿药。看样子没几天她就要临盆了。那我们要把4楼手术室的丧尸清理掉。4楼是手术室，自然要清理掉。先等陈月他们回来再商量。在你女儿生产之前，将4楼的丧尸清理掉。为了防止你女儿生产时出血吸引丧尸的，这栋楼的丧尸最好都清理掉。好，我一定会把丧尸杀得干干净净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帮你的。我刚刚拿你们一点物资煮了个点吃的，快给孩子吃吧。你现在可不止你一个人了，一定要好好养身体。我和女儿住1楼就行，不会上去打扰你们的。总电室已经被我锁上了，没有正确密码的人是进不去的。护士站有几个充电宝吗？没电就拿着用，等充电宝没电的时候就给我们先上去了。好。小周他们今天出去又带了不少吃的回来，现在这些吃的够我们吃1个月了。小周腿受伤了，暂时就不外出了。好，目前我们的食物水电都不愁，可以放缓脚步。医院里的水电早晚有用完的一天，我们要一直在这里吗？这里是医院，目前的离我们要所有的物资丢到时候，寻找人少的地方囤好物资待着。对，更何况还有孩子在。爸，芝芝，你先在这里待着，等我们找到人少、丧尸也少的安全地方。现在有政府的人来吗？没有，市中心都管不过来，哪里还有余力到我们这儿？你给妈打电话了吗？你妈联系不上。今天怎么就一个人过来的？就是啊，身上没钱还没吃的，穷死了。算了，明天再看看。我操！丧尸怎么多了？
可能是昨天那具尸体吸引的吧。昨天城市那边是不是断电了？这么说，昨天确实没有看到远处有灯光。以后晚上窗帘都拉上，尽量不要开灯，在黑夜中暴露光，很容易吸引别有用心的人。楼下门都是关上的，就算有人，他们也进不来。妈，丧尸并不可，人才是可怕的。你忘记陈月昨天说的了？周医生差点被那工程师掐死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也会注意点。今天打算去4号楼看看。王斌说那边有个超市，里面物资应该不少。我们食物够的，你就不用危险再去找物资了。妈，食物总有一天会吃完的，多点食物没什么坏处。你也说了，那边丧尸多，死危险的话，我们过几个丧尸是等明天的。陈月，小周腿上有事清理掉。林薇，小周今天留下来等明天呢。好，那我去，趁现在还能跑，多做点事。我闺女刚生完孩子，要补营养，正好你也快生了，这营养肯定要跟上。我做了菜粥，快趁热吃。这个还有我的份，阿姨。谢什么？菜肯定要赶紧吃完的，不然都要放坏了。这里也没种菜的地方，等阿姨再给你好好补。我准备好。先去4楼，4楼是道产室分娩室，也是手术，那离起丧尸2座最少也最轻松。这次从两边分路，还是老规矩，一边吸引丧尸，另一边后面偷袭。那我和妈一组，你们3一组，一切以安全第一。谢了妈。还好我吃的多，不然这些东西我还真撞不过。还有力气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往上清理丧尸，争取今天一天把这栋楼的丧尸都清理掉。老婆子，我不行了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。下去吃饭。这个你拿着，你和芝芝的饭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每次搜物资，你们也别分我和芝芝了，只要管饭就行。那行，那我和你下去拿食物。看什么呢？都不吃饭。那个小区刚刚开进去3辆车，下来12个男人和3个女人。有武器吗？有，而且他们似乎想要进入医院，但又忌惮什么，所以没有立刻过来。他们是不是过来找家人的？不是。你看到下来那3个女人穿的衣服了吗？13个男人还找不到衣服给女人穿。那我们还要出去吗？我们人少，出去的话会和他们撞上的。今晚就出去一趟，去4号楼把食物搬过来。注意安全，实在不行，我们的食物也是够的。咋那么多坏人呢？因为坏人堵的就是好人的善心。妈，如果我们出去半路遇到抱着孩子拦路的，你会不会停下？不管你会不会，都不要擅自决定。现在我们才是一个整体。我知道了。如果决定晚上介绍去的话，我就不去了。我晚上看东西并不清晰，怕拖累你们。去的人多也容易发生意外。目前那些人还不知道医院里是不是有幸存者。我们的优势就在于，那些外来的人并不知道医院什么情况，就过来估计也是一般人不会靠近。等那一群人这一带一来，被人进来，他们再摆台就高洋洋。我只知道王斌去一趟，所有的电灯在水都关掉，只供应我们这一层。急诊还没有幸存者，这就是在给他们警示。只有村长。行，那我现在和王斌去一趟。周边小区没几家住户，他们肯定看中医院的超市以及偏僻的地理位置。那这样说，他们肯定早晚要进来的，来也不怕。他们的存粮肯定没我们多。都快到了，路怎么还不通？有点麻烦啊，医院门口这么多呢。我看看哪里没丧尸，先停下来再说。他们来了，这么快就来了？悄悄上去看看，他们要做什么？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住手！你咋不
不说一声，我差点就招呼上了。我也没想到是我爸呀。你出现省得我费力气去找了。林薇和你妈呢？在妇幼楼上。那行，我后备箱都是林薇能用到的东西。爸，我带你过去，等搬完后你把车子藏起来，这里还有别的幸存者。是了。老头子，你咋来了？你不知道我担心死你了。辛苦你了。怕女儿看见多想，我都没表现出来。你看我这激动的。老子，你给闺女连燕窝都整上了。白嫖的，没出事之前这一盒几千块呢，正好拿来给乖女尝尝。林薇，你看谁来了？声音小点儿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几天没洗澡了，别抱着孩子靠近我。爸，这层楼有水有电，你去随便找间房洗个澡换身衣服就能报了。不急，你们晚上不要出去后一再说。妈，你还是和之前一样守着那个门。小周和周医生在走廊那边盯着，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就发出动静吸引丧尸。还有我跟王斌，我们今晚去搜搬运几趟，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出去了。注意安全。跟紧，别出声。贴墙，绕过那堆，从2根柱子中间穿过去，别碰他们，呼吸放轻，鞋底别拖地。你说了算。妈的，这辈子没这么近的跟丧尸贴过，你做到了。拿到了，拿到了。没事，只要他们敢来找麻烦，就有去无回。急诊那边的人也不知道会不会意识到危险。今天就先这样，这些吃的也能顶上半个月。吃的暂时不愁，水先紧着医院储蓄的水用。这些物资放在地上，明天再整理。我得缓缓，先休息多些。超市的都是丧尸太多了，我也没敢拿那些零碎的，就怕半路掉地上。芝芝这2天就要临盆了，为了防止芝芝生产引起丧尸躁动，我打算先提前弄个血包。血包？周一到时候要输血吗？我说生铁包是用来转移丧尸注意力的，丧尸的鼻子很灵敏，一丝血腥味都能吸引到他们。我怕到时候芝芝生产会把医院里的丧尸都吸引过来。原来是这样。给你添麻烦了，周医生。4楼小刘他们收拾的差不多了，可以的话，你今天就先待在4楼，等生产完就去15层，不然孩子的哭声很容易吸引丧尸。我们也能上15层了。婴儿声音尖锐，具有穿透力，在15音，还想领装某种的音层了嘞。没出事前情况，只能母乳了。不一定，要看你有没有，先养好身体吧。爸，我们住15层，锁第2层，就算被撬开，我们也听不见。你还是年轻，14层锁上，我们在第2层锁，敌人会以为我们就在第3层，他们会小心翼翼的查，等到第14层，就知道是被我们耍了。好。物资清点的怎么样了？不算林叔带来的那一车，食物够我们撑2个月有余。那还真是安全感满满的。别掉以轻心，昨天进隔壁小区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遇到他们不下死手，就会被对方弄死。你放心。深呼吸，用力，好，用力，用力，再坚持，用力，再坚持一下。
我和陈月下楼，把第2层2个楼梯口的消防通道门加固下。微微，不用担心太多，我就不信他们的子弹用不完。爸，暂时不要露面，他们是见过血的。放心吧。我去其他窗户那边看看能不能看到什么。他们这是在逼迫急诊那边的幸存者给他们开门。那他们会开吗？不会，但他们也撑不了多久，对方会找机会强行突破。张哥，那2个女人我们都杀了，里面的人也没开门。这边没有进化的丧尸是个好基地，没食物怎么行？得在下个雨季前占领这里，待了一晚，还是不开的话，这里这么多栋楼，坏了一处也没关系。好，奇怪，我让你3个穿得爽的政府，他们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张哥，有没有可能是对方管我们是谁都不开门？哦，坐吃等死是吗？行了，就地驻扎，明早开干。是。死了2个女人，是他们从外面带来的。那他们已经把带来的女人都杀了，没人杀的会不会停手？不天真，3个。昨天晚上他们没进医院前就杀了1个，不会，因为他们的存粮和子弹经不起消耗。这世道就不能互相帮忙吗？一定就要杀人吗？本来就有丧尸，还不团结。我去看看孩子，你们聊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周医生给我的血袋还没有用，这种东西对丧尸的吸引力肯定是最大的。要是有弹弓什么的，还可以爬到天台，将血袋砸到那些人头上，逼他们不得不暂时撤退。要是有工具，我可以做几个出来。你需要什么工具？你需要什么工具？让周医生他们找给你。让周医生与他们去4楼手术室和2楼器械室找，这些东西医院里都有。能拿的都拿来了，你看看够不够？够用了。多数丧尸困在楼里，光有血液不够，我下去一趟。注意安全。来抓我！干活。张哥，这个女的最倔，孝敬你的。张哥，你下手轻点，没几个女人了。不识好歹的家伙！现在我问你们，这里除了你们以外，还有其他幸存者吗？再不说就没机会了。木有楼还有幸存者，他们断了水电，只留了15层。来说说看，要是消息有用，我就放过你。陈月怎么还没回来？再不动手，那些人全死了。再等等，等丧尸够了再出手，不然有危险的是我们。可以了。大哥，你不是说不杀我的吗？我没杀你呀，就
谁？到底是谁？血！是血！快跑！不许跑！都给我回来！丧尸都被老子的人灭了，哪里还有？给他们车上弄点，他们要是开车，正好把丧尸带出去。好嘞。走，快！一定要快！张哥，那边楼上有人！妈的，给我弄死他们！不行啊，大哥，丧尸来了，我们先撤，等后面回来再搞他们。我跑了3栋楼，就怕丧尸不够，绝对够！你没看到他们被吓得开车跑了？还不能掉以轻心，如果对方真的活下来，肯定会加倍报复。爸，你觉得他们会活下来吗？今早我站在天台观察了下，丧尸白天活动的速比晚上慢很多，哪怕有血腥味刺激，也只是短暂爆发。这么多丧尸他们都能活，别小看人类求生的欲望。那几个幸存者在楼下嚷着让我们开门放他们进去。他们说超市里随便我们搬，只是烂手。不用管他们，不用管他们，丧尸来了自然就会走。好，那有事叫我。这群人会难产，对凶神恶煞的外来者他们磕头求饶，那我们就一直不管他吗？还是要是非一下，省得以为我们好欺负。找个小点虐待，却砸在他们脚下，他们自己会走。把那群人救下来已经仁至义尽了，再闹事别怪我不客气。大哥，发善心的放我们进去吧。他肯定吓唬我们的。我数到3，不走后果自负。啊！是血，快跑！哼，一群怕死的家伙。消毒液加水，应该能把血腥味冲淡点吧。那群幸存者已经跑了，应该不会再来了。准备下，这几天外出看看有没有人少的安全地带。我们要走啊！像那样的外来者肯定不止一批，以后还会来更多。那我回去收拾下。爸，你收拾东西做什么？我们要走吗？陈月说这里待不下去，要找人少的地方。人少？你为什么不问我啊？没出事之前我是做房产销售的，我知道一个地方。你知道？离这儿多远？大概40多公里，在医院背面的山上。那座山要开通隧道的，山头上一栋无用组织才拖我出。施工定了，但没完全很大。那栋是栋房子，只有天上才能看见。得去现场核实。你有钥匙吗？钥匙在我工作岗位的车里抽屉。现在去太危险，我赞同爸说的。如果那是个好基地，就得提前去考察，那是我们未来的保障。如果太晚就别赶路，找个地方休息，等早上再回来。这里不会出事的。放心。张哥，得骑车跑了，车子上的血味太重了。狗崽子，等老子回去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去偏僻的地方开，最好有施工工地，那边人少丧尸少。弃了车重新找，快，赶紧找个地方把身上的血洗掉。那群人肯定往偏僻地方开，想甩掉丧尸。城里商铺多，他们不敢去。咱们随便找辆车就行。车子好找，没钥匙啊。嘿嘿，找驾驶位有丧尸的，钥匙准在车上。爸，你好熟练。不然你以为你爸那辆车哪儿来的？爸，那辆车里有丧尸。不行，太破了。这辆挺新的，配置不行。爸，咱就是选个车代步。抱歉，白嫖习惯了，眼光有点刁，就这辆吧。这丧尸还没我搬的货重呢。张哥，我们折了几个人，现在就剩5个了。这笔账我张麻子记下了，原地休整，待会儿去找车。老子一定会回来的，到时候一个不留。爸，你说那别墅靠谱吗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那种地方我是不会回去的。都休息好了吧？走，去找车子，顺便搜刮点东西。这种没建成的小区路都是通的，走，从另一侧楼梯下去。运气不错，捡到一辆。你们也是部队里的人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没了，我们的枪都是在士兵手里捡的，我们哪敢杀呀？那时候没枪也打不过。对。
你说你们是从市中心来的，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军爷，你不是从那儿来的吗？当时城市拉响警报，大多数人都跑到地下室避难所。我们几个这在高空作业，侥幸躲过一劫，但避难所里混进了感染者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再加上丧尸太多，军队的人只能先撤退。我们那会儿躲在一家小卖铺里，听到外面下雨，就想看一眼。谁知道我们看到那些丧尸在吃丧尸，吃完丧尸后，他们的体型会变大，力气和速度也会提升。一开始我们只要关上门，丧尸就进不来。可进化后的丧尸力气是成年人2倍，普通的门顶多坚持几分钟就倒地，铁门也就只能支撑一会儿。我们实在没办法，就捡起几把枪跑过来找安全的地方。我问你们，这里的第一人民医院去了吗？去了。那边什么情况？那里的幸存者可霸道了，他们根本不允许我们外来的进去。我们本来有10几个弟兄，进去后一大半折在那儿，所以不得不跑出来，打算重新找。军爷，你要是想去的话，我们给你带路。军爷，误会都是误会，我们看见你以为你是坏人，所以才要动手的。你看你也没受伤，就别进。这项链是我队友的，他被派往驻沙避难所。没断网之前，我收到的消息是避难所里有人发动暴乱，导致救援人全军覆没。你以为这是黄金做的对吧？这只是黄铜。你们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？你不能杀我！啊！国家保护的是人民群众，可不是你们这种披着人皮的鬼。要是以前，我绝对会把你上交，现在倒是便宜我动手了。你们就在这儿待着吧，下次见面我就可以杀你们了。毕竟那会儿你们都成丧尸了。我会爬，到时候我找个地方看能不能爬到2楼，等我爬进去再给你们开门。靠你了。来啦，走你！喂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死人的？死人？你不活得好好的吗？再上来我就在你身上捅一刀，让你真死看看。你怎么这么冷血？嘿嘿，我真冷血，你哪还能在这儿站着呀？还真被林威说中了，这群人真不死心。好是好，为什么没路啊？轿车都开不上去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们还能再带上电动车来，多运动运动，这才哪到哪儿。以后没事和我出去多杀几只丧尸。以前这个时候灯火通明的，现在人还在就行了。说完了，你爸怎么还没回来？妈，不用担心，那些外来者一时半不会回来的，除非他们准备的很充足。能不担心吗？那群人手里的枪是怎么来的？要是可以的话，真想把枪弄过来。你们是觉得我脾气好是吗？有人进来了！小周、小刘，快把门锁！我没恶意，我看你手里拿刀才动手的。王兵出事了，小周和小刘在锁14层的门。林威，你准备下，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先。不可能是那群幸存者，他们胆子小，那些外来人就更不可能。王兵有传递什么消息吗？就说有人上来了。如果对方很厉害，躲是没用的。妈，你带孩子躲在洗手间，我们出去后你就把门和窗户反锁。你去做什么？你不要孩子了。放心，我休息10多天了，早就不疼了。妈，你把芝芝和她孩子也带过来。王兵做的弹弓呢？给我一把。好。小周，你去拿2、3具干粉灭火器。小刘，麻烦你去拉走廊防火卷帘，分割下楼层。我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枪，你和我应胜，我一人守一个门，不管对方从哪里上来，一人干粉，一人敲击他的手，防止他手里有枪。现在先把所有的灯关掉，阻碍对方的视线。好。如果对方走的是另一个门，我们就赶紧过去支援。不许动！
外来的是一伙的？不是，我一个人过来是找人的。你找谁？找我媳妇儿。我媳妇儿生的时候我在外地执行任务，末日爆发当天我就申请离队过来找她。王斌呢？你说的是在2楼那个大叔吗？他有些应激，根本不听我解释，所以我把他打晕了。周医生，你搜他身，把武器先搜过来。你这个工做的不错。你说你找人，你找谁？名字长相？我背包里有结婚证，可以证明我没说谎。小刘，找东西把他手绑住。好像有点眼熟，但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。之前应该是才登记过，所以你觉得眼熟。你们这儿幸存者就你们几个吗？如果对象是在这栋楼，要么他提前撤离。我对象孩子还打电话给我报喜。什么时候？末日爆发前2天。那么肯定要是办出院手续的，做好心理准备吧。那天出院并不是什么好事。周医生，王叔醒了，鼻梁骨折了，时间你估计要疼好一会儿。那个入侵的人呢？放心，目前被我们关着呢。王叔，下次遇到打不过的就跑嘛。我不能跑，我跑了你们怎么办？还好对方没恶意，不然你早死了。芝芝和孩子都在洗手间睡着了，洗手间的床很厚，我就没叫醒他，让他们睡吧。抓到人了吗？抓到了，在隔壁关着。你爸没回来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妈，你要相信爸，还有陈月。爸，这山有些高啊，爬2小时才上来。你说那家人出售房子是不是也有爬山的原因？已经到了，先进去看看。不错，房间够多，地下室到时候清理下专放食物，4楼到时候多买隔音海绵贴上去。爸，这都没丧尸了，都住山上。必须贴，不然睡着不放心。就是搬东西成了问题，光靠人不知道要搬多久。我们带你去14层和13层看看。这个女的是你对象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而且看他伤口，他是意外离世，不是无意造成的，不是我们造成的。不对，你突然喊什么？吓我一跳！忘记了我们在这个房间衣柜里抱出来的那个小宝宝，柜里的婴儿他还活着。对呀，我们当时还哭了呢。你们说，孩子？你老婆感染的时候把孩子藏在衣柜里，我们清理丧尸的时候救出来了。你先别激动，我们得先确认下。废弃小区里丧尸格外多啊。哼，那群人多半是跑到这儿的。这都一晚上了，爸，你说他们会不会回去找林威他们算账？放心，他们去了也讨不到巧。抓紧了。爸，那个女人好奇怪。我找你们路上遇到至少4回，小孩、孕妇、老人、美女都有，目的就是逼停你的车，然后打劫，更严重的杀速点越货，以造着这种人指甲相加很惜命。爸，我们下次绕路走，如果经常走这条线，很容易暴露目的地。放心，我们晚上就出发，这群人晚上不敢出来。好。Later。哎呦，这是孩子爸千里迢迢来找孩子了。你们看了结婚证，那个变异女生是结婚证上的人吗？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。既然这样，那给他松绑，让他消毒后过来看看孩子。现在你有什么打算？带着孩子回部队吗？回到部队就要去前线支援，所幸队长知道我目的，并没有强制我归队。那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政府有派人支援？当然，但在政府救援到来之前，得先自救。这是自然。你们这儿不能待太久，也不要去城市和海边，丧尸会在雨季进化。这里丧尸这么多，一旦下雨，他们的嗅觉、听力和力气都会得到提升，门和墙不一定挡不住。这些吃人的东西还会进化？你们这儿还没有下雨，目前这儿的丧尸还好对付，一旦下雨，他们就会啃食同类升级，那时候的丧尸不好对付。你们是怎么保存肉的？你这一路过来，我们这15层一直有水有电，这些肉都在其他房间冰箱里存着呢。和我们一起吗？你们这儿有热饭热菜的，当然和你们一起。我就擅长打架，我带着孩子能去哪儿？再说了，外面也不安全，还不知道病毒会不会过得最好的一批了。先吃饭，吃完和周医生换班，省得给那群人钻空子。我来，等我吃完的。都是女人，你也知道我不容易。我们这边团结一致对付外来者。那当初王叔去你们那儿的时候，你们不也没开门？我们那时候以为是坏人。不要和他们争论，没意义。就是觉得他们挺无耻，有这功夫还不赶紧去找个安全地方收拾收拾。他们一开始选择超市窝着，
我来好了，你们上去吃饭吧。辛苦了。谁过来就别怪我枪走火。你把枪对着我爸和老公做什么？我不知道他们是你对象和爸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下来本来想和你说一声的。你怎么下来了？我已经差不多了，你们去的怎么样？这位是？这是蒋少，部队队里的人，也是我们之前救的宝宝的父亲。一路赶来辛苦了，现在外面世道，别带着孩子单独走，很容易出事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打算留下来和你们一起。欢迎。这么快就走？住这么些天，我还有些舍。那边别墅有不锈钢储水罐，还有家用汽油和柴油出事防患的。既然决定要走，就把东西收拾好搬过。那我种的那些菜怎么办？那别墅有恒温阳光花房，我建议先把东西运过去。这里的赠顺者兵先去别墅布置，等难保好再把人接走。没人这样想的，到时候我知道哪里有枪，等我们出去的时候去拿。我这辈子就在电视上看过枪，还没怎么摸过。等后面我教你们。3把枪，100发子弹，还有一个防弹衣。待会儿我们开2辆车，我想先去五金店一趟，搬点东西上去给别墅加固下。想想吧。枪声引丧尸，尽量不要惊动太多。有数。正好锻炼，怕拖你们后腿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先拿发电机和工具，铁丝网什么的能带就带。那我去找辆车。搬这么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搬上去。正好锻炼身体，以后也能独当一面。Later. 王叔，地下停车场那个发电机我们能带走吗？能啊，拆下来就行。那可太多了，到时候挨个拆掉带走。有用的药带上，其他资源也整合下。放心。这地方不错，远离城市和海边，就算有大规模丧尸来也不怕。就是搬运的时候遭点罪。先把4楼隔音泡沫装上，再把王兵叫过来装发电机和抽水棒。山脚下有溪流，不行，下雨后溪流会被污染，喝了会发烧，有可能变丧尸。那用塑布料把溪流遮一下，不用那么费事。污染就污染呗，又不喝，冲厕所、刷地面、洗澡够了，喝的水另存。来的路上不是有个加油站吗？到时候去装几桶就好了。你爸我车里还有几桶，暂时先别乱跑，等稳定下来。管线固定完毕，压力正常。我给孩子们打了点镇静剂，足够到地方了。还是周医生想的周到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全员转移。快上车！你家有钱我知道，但军队房车你怎么搞到的？军队撤了，顾不上这车，直接开过来了。这不是偷吗？会不会被抓？先活命再说。
我爸以前在开发区山上卖过一套房，偏僻安全。那好啊，多久能到？快的话5、6天，慢的往上山上别墅赶。他们会相遇吗？以后孩子要麻烦你和妈照顾了，我能留下不外出就很开心了。我在屋顶装了太阳能板，地下室有柴油发电机，水电不愁。回头再做个人力发电机备用。辛苦你了。爸，你和陈月去一趟老家，把公公婆婆接过来。老家拆迁没多少人，趁还没下雨，先把人接过来。行，明早就出发。蒋硕和王叔留这儿，带把枪，遇到难缠的人直接用。好。你爸妈在老家哪个村？陈家村。我爸最后发的位置在村外马路边的房子里，后面断网就不知道了。你爸肯定不想你担心，这次接过来，小时候就还做饭种菜，让他闲着肯定不乐意。那就让他给山里做些陷阱，省得后面有人上来。来人不像是要打架，但也不像路过的。一伙亡命徒，7、8个人，搜刮集镇，扣押村民，打算挨个山头排查。你们的别墅早晚会被盯上。我实话摊开说，集镇卫生院地下有婴儿抗生素和疫苗，我需要你们帮忙救人。我熟悉所有小路，能带你们绕开哨点。事成之后，我只求少量物资，在山脚废弃小屋暂住。我有私心，我想救那些村民，但也确实需要你们出手。我一个人做不了。去，不去就是永久的隐患。更何况他们手里没有枪，我们去一趟不会亏损什么。那我去好了，别墅里不能没有人。不是你去，是我们去。太危险了，末日对女生并不友好。如果每次都躲在别人身后，早晚是累赘。注意套款的回位，感受扳机的预压。注意看，上膛要干脆。周医生和小周用枪，不用有压力。我拿枪啊！小周胆子小，一出生，周医生跑得慢，你们到高处架枪。好。有枪架着，不会有事的。那就好。带路吧。什么事？老周上山了还没下来，怕有埋伏没跟上去。老周上山了，去挖野菜吗？明天找高处挂个人，看他能忍多久。没几个人质了，杀完了怎么办？那就杀了呗。为什么从背面走？怕前面有人蹲守。不信他为什么还要出来？为了物资，他们动手我们就黑吃黑，怎么都不亏。姐，你想的真多。那儿就是村庄。周围总共多少人？8个，有一个从不动手，只杀丧尸不杀人，但人都是他叫手下干掉的。那也算好人。他学过拳脚，赤手空拳打不过。所以我带了枪。王叔，你走正道引他们往树林跑，拖延时间。明白。人去追王兵时，你去救人，太危险了。我阻止他，你们撤了，我就走。追，别让他跑了。吵什么吵？你谁呀？
你朋友都走了，你不走？我叫白辉，你是周老头找来的？我看你叫骨灰。力气太弱。没打到，但他不追林威了。我怎么感觉他看到我了？子弹有方向，他能看到很正常。王斌那边好了，走吧。走了，丧尸潮要来了。丧尸潮？您不是说这里安全吗？那个时候安全，现在不了。那周老头的东西还要吗？等他们撑过丧尸潮再说。兵往这儿跑的，没追兵。王叔可能跑森林了。老周呢？你打屋顶人时他就走了。这村子不正常，一个丧尸都没有。对哦，丧尸呢？要不是注意到你，你就成点心了。你们村这么邪乎，丧尸全藏林子里。那是白辉的宠物，谁看到的全是村民。本来村子里没感染者的，白辉很喜欢看人转变丧尸的模样，这不心理变态吗？这算护身符，送你。你刚救我，不收，给你了。收下了，到时候送我外孙女。王叔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们都要去找你了。你们不知道，丧尸全藏在林子里。要不是老周，我也要葬在那群丧尸嘴里了。不能带路了，先回去吧。我告诉你们卫生院位置吧，恐怕没办法带你们去了。来的时候你不是这么说的。我注意到你是跟着那群手下跑过去的，他们呢？当然是死了。你这叫牙还牙，还牙没事儿。那麻烦你告诉地址，我们过段时间自取。那个老周，我们还是少接触为好。他怎么了？他前后说话矛盾是在掩盖什么？他明明有结别人的名。人家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几个？不管怎么说，这几天先别出去，待在训练体，尤其是今天遇到的人，从屋顶跳下来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但楼层不高，他跳也没事儿。疫苗等爸他们回来再说，先休息。你竟然还会回来？那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的，给我好像也没什么损失。我儿子拿的，凭什么给你这假道？我没算错啊，你们村活下来不会超过10个。你把东西给我，我离开。亏大了，那东西被我扔海里了，要去你就跳海去吧。不识好歹。阿彪，大哥你怎么杀了？杀了东西更拿不到。反正东西不在他身上了。他真扔了？奇怪，算不出来。没有，多半在今晚那些人身上。他们有枪啊，就剩你和我了。先走吧，以后还会碰上的。都别偷懒，送上去再下来搬2桶矿泉水。和我训练不一样，别人不都从扎马步开始吗？我看你还有力气说话，今天不走4趟就别吃饭了。不要啊！我倒是觉得他顺利了，出去遇到厉害的人，合作再好也不够看。对，我不能拖后腿。疫苗我看不要也行，又不是吃的喝的。给孩子的，等爸他们回来再去。妈也不是担心打湿。爸单枪匹马从城市找到我们，这次陈月也去了，肯定没事。你待会儿想吃什么？芝芝没好，弄清淡的。蒋生爱吃肉，再多做点。成嘞，孩子你抱着。Later。爸，这条路怎么找到的？一个人都没有。遇事都往高速跑，但要是有人堵路，你怎么走？偏僻路好走，想挡路都挡不了。有可能不够回来的。怕什么？去加油站白嫖，反正不要钱。今晚在这儿休息，明天再开1小时，差不多就到了。爸，我去方便下。别走远。别动，不然放血！
双手举起来，跟我走，不然爸，该死的！有枪你不早说！这么偏僻的地方还有人？10几亿人口，哪儿都是人。走吧，去附近搜刮下就走，不能待了。爸，这里怎么这么臭？走，这里没什么好拿的。爸，到了。挺快的，知道是哪间屋子吗？爸妈，你们在里面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不让你过来吗？林威让我来接你们的。你妈呢？你外婆昨天刚走，她去送一场了。亲家也来了，收拾收拾，启程。你们这儿丧尸不多啊，居委会每天派年轻小伙清理，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就在等外来的人。物资怎么分配的？有事做就每天领1瓶水和1袋整方便面。你回来，林威怎么办？说了别回来。林威让我来的，他不放心你们。不想看看你孙女吗？那得和村长说一声。去吧，我和陈月先去加油。别去，被隔壁王家占了，要加油得交物资。他家开的，我还非要去看看了。我就说去借的，不信他们能把我吃了。Later. 他们太热情了，没多要就要了2桶。村长说政府派救援了，3个月后到我们这儿。3个月，这么久？大城市死伤惨重，医疗设备齐全，紧着那边来，我收拾好了。晚上可以吃鱼了吧？不怕变丧尸你就吃。那我们不在陆地来这干嘛？来了，丧尸潮，在这自然就能避免。在这儿也不安全啊！这鱼天天想吃咱俩。那你回去？不去，我还是待这儿吧。周老头手里的东西有什么用啊？大老远过来就为了他，是好事也是坏事。能不能说明点？遇到进化者会有吸引力，遇到低级的会有威慑力。那有这东西不是横着走吗？没想到王叔审美还挺在线的。谢谢王叔，这衣服质量挺不错。我就是想着你们从医院带的多是护士服、白大褂，没啥日常服穿。医院就那些最多，也不太喜欢别人穿过的衣服。那你们再看看，有喜欢的就都拿去。周医生，看样子快下雨了吧？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藏在那边乌云下。我在想，人会迁移，假设丧尸也会呢？雨可能让他们进化。我们这边要下雨，那些想进化的丧尸会不会也来我们这里？真是这样，那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了。对，等爸他们回来就做准备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放在心上。没有猪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幸运。林威，他们回来了。走吧，我们下去先。林威，受苦了孩子，这世道说变就变。爸妈，奔波一路辛苦了，先去吃饭吧。林威，你真勇敢。宝宝还没取名字呢，就等着你和爸呢。这孩子也是一个希望，就叫晨曦。好。外面刮大风了，好大的风啊！快收拾东西，这些东西再走半天就到我们这儿了。山下的车子有没有大点的？货车、房车都行。我去开车，你们先收拾，收拾完一起搬下去。注意安全。拿上，实在不行一定要回来。到了，就这儿，走吧，上山去。你有钥匙吗？放心吧，我家藏钥匙喜欢在门口松动的地砖下。行，给我准备信你。你家居然还有电网，你们家也太有意识了吧！
我爸要真有意识，也不至于死在丧尸嘴里。看吧，钥匙在这儿。你们是谁？你冷静，我们不是坏人。芝芝辛苦了，周医生已经下去，带回去让周医生把这2人捆住就行。这是我家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冷静，他们有武器，先配合。哼，有武器又怎么了？几个女的怕什么？芝芝，你先回去收拾东西，照顾下孩子，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好，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，谁知道捆住之后要不要杀人灭口？那你们怎么保证不对我们动手？我们把武器都扔地上，这样可以吗？你们准备的倒是充分。有些丧尸太难杀，还会抢武器，多准备点没啥。你们从哪儿来的？没注意到不对劲吗？怎么这里有这么多丧尸？不想死就帮忙。这些东西都是我家的。小伙子，别以为是你家就啥都是你的了。阿姨说的是。快吃，吃完把东西搬下去。谢谢。东西搬下去。你们车呢？目前只有轿车。我开了一个军用房车，顶上还有搭建的武器，就是没多少油了。有我们有，你们房车呢？在山的另一边。你留下，让你朋友去把车开来。我又不会跑。妈，芝芝，你们先上车休息安顿下宝宝。好，赶紧把物资搬上去。我看别墅里还有很多吃的，都不要了吗？还有一拨人，他们上去拿了。你们还有人啊？这是哪里来的？先去把爸之前存的油给这辆车刮满，其他的等出发再说。行。把物资装车厢两侧，中间放个软的沙发做休息地。你们人真多。年轻人，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。快上车！阿姨，我帮你抱一个，他们待会儿就要吃奶了。快踩油门！进化者追过来了！不行，根本甩不掉！完了完了，进化者怎么追上来了？那玩意儿坦克都不一定对付得了。车顶能打开吧？上面有武器。能是能，但武器只能压制，外壳很坚硬。那就打嘴巴和肚子最柔软的地方。我上去，我和你一起。最多站3个人。那我和小刘先上。谁开车？我来。还剩一个这个，我有棒球棒，拿上去。给我。他力气极大，别硬碰硬，找弱点周旋。大哥，你咋了？好好的怎么突然这样了？你也没告诉我你有病啊！大哥，你是人还是丧尸啊？你这血怎么和丧尸一样？
要不先把你吃了？我不好吃。你想要周老头那东西，是不是因为它能治病啊？当然不是，它能带来力量，哪怕代价是透支身体，折损本源，我也无所谓。那多不划算啊！身体最重要，没身体要力量有什么用？有了它，我能提前感应丧尸异动，就算被咬也不会彻底丧变。哇，那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那我要是喝你的血，是不是也能变得跟你一样厉害？你不会变强，只会毫无悬念地变成丧尸。他的血脉是救赎。奇怪，普通丧尸全程慢吞吞的，没追击的意思，就那个进化者死追我们。普通丧尸感知力极差，只有进化丧尸才会单独追击。天快黑了，连夜赶还是休整？夜里视线差，找地方休整，明早出发。我去做点吃的，垫垫肚子。今晚简单对付就行，等找到安全落脚点再好好煮饭。行，听你的。房车几张床位？2张上下铺。房车给林薇和芝芝，货车座位给周医生，后车剩下男生在车房打地轮流守夜，床位优先给芝芝。刚生完孩子不能吹风。我带了不少后备入，打地铺也能将就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不好，有丧尸，好多丧尸！丧尸失血狂暴，怎么会一动不动？动静不小，按理说早该激怒了。大家想想，有没有遇到过奇怪的事或接触过特殊东西？没有啊，全程都在一起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这是周老头给的护身符。如果真能压制丧尸，必须上交国家。不行，城市里遍布进化丧尸，这珠子可能专门吸引进化丧尸。白天就那个进化者死追我们。先清丧尸，确保当下安全。所有争议，明天天亮再议。该我了，掩护，跟上，小心。陈月，时候不早了，大家早点休息，明天再做打算。周医生，快帮帮我！孩子昨天还好好的，清早连奶都不肯吃，整个人蔫蔫的。孩子突发炎症高烧，小周去拿医用抗生素，碾碎混在奶粉里喂。好。周医生，宝宝是因为什么这样的？可能是环境变动，也可能是空气污染，暂时无法确定。受罪啊，宝宝还这么小。那宝宝吃了药会好吗？如果有婴儿专用退烧药会好点，但我们这儿没有。卫生院会有吗？有，那边常备着这些。那还等什么？直接过去。
我们才刚出来就要回去，万一那边全是进化者怎么办？昨天那只进化者用了手榴弹才炸死，现在去就是当点心。那我孩子怎么办？就不能等等吗？等丧尸散掉也行啊。等你受伤，我也让你等等。小孩子最脆弱，哪里等得起？我去吧，我有护身符，这又是我外孙女。昨天进化者紧追不放，说不定也是因为你这护身符。那总不能让我外孙女出事吧？分两路，一队留下，一队带孩子去卫生院。那你们去，我不去。那你留在这儿，保护好其他人。行，那我也留下来。妈，你和江凡、杨超还有爸他们留下。谁家坐月子像你这样来回跑的？为了芝芝的孩子，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。卫生院有疫苗，那你一定要小心。开房车，里面有冰箱可以储存疫苗，疫苗不能单独拿出来。我这心里咋这么不得劲？乖女从小就稳重，蒋叔也在，没事的。Later. 这些丧尸怎么了？咋都饿得吃自己人呢？他们在筛选新的生命，和我们生孩子一样，新生命会更厉害。这么邪乎，搞得和母螳螂吗？这雨对我有迎狼一样。没有，那就好，我不想吃你。有客人回来了。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你还有手榴弹吗？就剩下最后一个了。希望不会有最坏的结果。你说周老头是不是已经没了？要是不放心，回去看看。先去卫生院把孩子弄好，回来顺路的话，我想去看看。好，没问题。这护身符是真不错，你看这些丧尸站在这儿也没事儿，我可要好好保管，说不定能救命。放心吧，我们又不会跟你抢。走，速战速决。我不敢让孩子淋雨，你和宝宝待在房车里，锁好门。我留下来照看。行。先去门诊大厅药房看看，没有就去因为儿童急诊。里面还有几只，速战速决。找到了，走，去拿疫苗。拿到了。完了，两只高阶进化者，这下麻烦大了。进化者嗜血暴虐，为什么唯独不攻击这个人，甚至听命于他？太邪乎了，这人不对劲，管他是人是鬼，敢拦生路，我就给他上上真理。别冲动，仔细看，进化者全程禁止待命，贸然开火只会激怒他们，先稳住。我没有恶意，周老头留给你们的那件东西，我势在必得。交出来，我放你们走。什么东西？是爸身上的护身符吗？周老头现在在哪儿？陪他儿子一起走了。别冲动，稳住。我看你们的样子是不打算交出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确实有些难办了。手榴弹给我。再等等。一路逃亡，全程被动挨打。今天就让你们看看当兵的本事。我看你是人，却挟持生路，专干不干人事的勾当。从头到尾，我有主动动手攻击过你们吗？你虽未动手，却毒死我们唯一生路。我现在开枪打他一枪，他会反复杀我吗？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很想撕碎你。既然谈不拢，那我就不压制他们的杀意了。小张，边打边退，立刻上车！
会拼尽一切要这护身符，它绝非邪物，是研发疫苗的关键。芝芝，你胆小没杀过丧尸，接下来跟着林薇他们进城护孩子，护好护身符，有机会上交给国家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不要你留下来！傻孩子，爸爸怎么会不要你？可蒋双快撑不住了，总得有人断后，把手榴弹给我。我年纪大了，没什么可顾忌的。芝芝胆子小，连刀都不敢握。一路上多麻烦你们，帮我好好照顾她和我的小外孙。好好活下去，所有人都好好活下去。没用的，我死不了的。林薇，我看他根本不像正常人，你的致命攻击对他而言根本没有彻底致死的作用。可我们现在一旦放过他，他只会无休止纠缠追杀我们，往后永无宁日。他双臂尽碎，身负重创，早该气绝身亡了。他的存在完全颠覆了末世所有生物规律。林薇，把你的刀给我，按住他，别让他乱动。周医生，你快点，他力气太大了，我们快撑不住了。我所有的猜测果然没错，这就是他不死不灭、掌控进化者的根源。我被进化者抓伤了，我也会变成丧尸。你们别管我了，赶紧开车走。这些武器你们全部带上。你要是真的被感染，这么久早发作了，伤口肌理干净，没有疤黑溃烂，没有感染症状，你没事。真的，我不用变成丧尸了。你没事。我们先回去，把王叔的尸体带上，找一处安稳的地方，好好安顿他最后一程。这是你父亲用性命换来的东西，是他拼尽一切守住的希望，你好好拿着。我都说别来了，非要变强，现在好了，连个尸块都找不到，想给你收尸都没办法收了。白灰。目的地是市中心安全基地，全程横跨2个省，穿过4个市区，比我们逃亡实质上还要远太多了。市中心基地是目前最安全的据点，越靠近基地，丧尸密度地区越完善。我建议全程绕路，走荒野省道。我们武器装备损耗严重，子弹所剩无几，手榴弹只剩0束。先去最近的乡镇安保站点，补齐武器再赶路。就是这里，最
最近的乡镇保安点，大家小心，休整一夜的狮群活跃度会更高。院内清空，上楼。林威，武器全部空了，没有半点残留，大概率是末世初期安保人员带走了，也有可能是高阶嗅速者小队搜刮干净了。白打一场，没有任何补给价值，换一家保安站点试试。服务区情况未知，把车停在路边熄火，探查清楚再行动。这次换我江凡打头阵，我和你们一起。我也要去。孩子，你还没出月子，我不想再做累赘，我也想出力。让他去吧，闷在心里情绪迟早垮掉，一定要小心。宝宝，我帮你照看。还是锤子最顺手。你们也是路过被困的幸存者吗？你们躲多久了？差不多半个月了。清掉外围残尸，不留隐患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是哮喘，孩子急性哮喘发作，我带的药早就吃完了，没药撑不住啊！我们队伍有医生带了儿童气喘急救药。求求你们救救我孩子，我什么都愿意给。立刻去请周医生带上所有儿童急救药，速度要快。好，别慌，正好有全套儿童急救药，先把孩子平放，松开领口，保持呼吸道降通。你们打算去什么地方？去市中心基地，沿途外围遍布丧尸和进化丧尸，能顺利抵达的没几个。唉，总不能在各个据点躲一辈子。停车场角落停着一辆大巴改造的房车，空间足够容纳你们全队。太感谢了，你们不跟着一起走吗？我怕路上没有药品补给，孩子发病我根本无力施救。周医生有全套儿童急救药，全程能照料孩子。我需要和妻子商量，天亮前给你们答复。我觉得可以跟他们走，他们有急救药，本心不坏。队伍里有产妇婴儿，说明有秩序，有自保能力。我们躲在这里，物资早晚耗尽，跟着他们才稳定药物和住所。我怕路上大批丧尸护不住你们母子。他们有医生和青少年，紧跟队伍风险会小很多。与其困在这儿，不如抓住机会搏一次。你真的决定一直守在这儿？物资一天天消耗，迟早撑不下去。政府已经派出救援队了，再等等，不用冒险上路。好，我信你。
一层4张床给女人住，其他人挤房车和货车。车放了这么久，能启动吗？一早试过了，没问题。收拾完就走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身？收拾完就走。你们考虑好了吗？怎么还有婴儿的声音？我闺女刚生的宝宝，要不要上来看看？一路凶险，你们竟然带着孩子赶路？自家亲人孩子在哪儿都要带着。是我误会了。我能上车看看孩子们吗？当然可以，随便看。这小家伙又提前饿了。长势好，正在长身体。哎呦，稀客啊！你们吃过早饭了吗？没吃就留下来一起吃。不用，超市有存粮。压缩食品伤胃，我们有腊肉，别客气。我们真能一起吃吗？快去接你老婆孩子，小孩子得补营养。亲家，帮忙洗洗菜，今天多添几个人。好嘞。我先回去收拾。去吧，路上小心。你家孩子哮喘好了吗？周医生那儿有备用药。这是你的孩子？是啊，很可爱吧？你们队伍里一共几个宝宝？3个，还有个小周术士在照顾呢。你们一共多少人？12个大人。这么多人不会打架吗？一家人为什么要打架？是我多想了，我先回去收拾了。他们收拾好了，是不是已经准备出发了？别等救援了，收拾东西，我们跟他们一起走。是救援叔叔来了吗？没有救援，但这支队伍靠谱，跟着他们比等救援稳妥。好，听你的，把能吃的能用的全部带走。条件简陋，大家别嫌弃。都是家常小菜，大家将就尝尝。我们待会儿开什么车？搬家货车归你们用。我会开车。那就行，跟着车队走就行。怎么在这儿停了？搜刮武器弹药补给。你们要进去杀丧尸？不强制任何人参与，你们锁好门窗就行。蒋怂哥，你也太敬业了，昨天刚出外营，今天又上阵。我熟悉地形，带路能省时间，你怎么也跟着来了？天天坐着身体要僵，不能一直靠年轻人。顺手，有阿姨在，安全感拉满。难道我给不了你安全感？周医生是所有人的底气。压力导播。丫头躲我身后。武器库就在那儿，里面还有零星丧尸，我先开路。这是唯一能直达市中心的通道。我几天前探查时，桥还完好，是军方做的。军方会留下可供幸存者通行的缺口。大家快看，断桥下面有路！想要继续前进，必须舍弃所有车辆，仅凭铁链徒步河渡。我先过去探查对岸情况，确认安全后再让大家通行。这路也太险了，一旦踩空掉下去全没了。不止高空坠落，先吃饭休整，等蒋潇探明情况。我不放心蒋潇一个人去，你跟着一起过，相有个照应。如果对岸太危险，立刻返回。好。不止高空坠落，水下有变异水生生物，对血腥味极度敏感。先吃饭休整，等蒋潇探明情况。太安静了，绝对有问题。会不会降雨导致丧尸迁徙？军方趁机炸桥，能精准炸桥的只有军方。如果能遇上军方，是不是就能得到庇护？末世里只有拥有自保能力的人才会被接纳。
破死机。军方炸球是阻拦外人，是为了把丧尸和进化者困在城区。坐稳，退回断桥对面。妈，帮我抱一下。瞄准手臂关节打，别让他继续晃铁链。快走！什么怪物？他们会不会过来？不会，不然早就来了。这叫进化者，唯一弱点是口腔咽喉。还好当初跟着你们走了，遇上这东西根本没有活路。放心，跟着队伍不吃亏。之前的想法全错了。军方炸桥是为了把丧尸进化者困在城区，保护外界幸存者。那城市里还有活人吗？城区已彻底沦为死域，绕路行程会大幅拉长。安全第一，换路线。物资够支撑绕行吗？先去边大型商业广场补充物资。那去那儿搜过。走内部员工通道更安全。我去找稀缺耗材。我想去给宝宝找几件换洗衣物。明明是打丧尸的任务，被你说的像逛商场。孩子衣物实在不够。我也想补充生活用品。宝妈留守，交给我们年轻人。行，注意安全。我也一起去，想为队伍出一份力。正好5人满编，出发。全员压低身子，走员工通道，避开大厅视线。你们听，5楼嘶吼声越来越近，刚刚的打斗动静引来了不少扎堆丧尸。退路被堵死，只能向上走。暂避6楼，再找个机会突围。全员提速，压低声响。小心身后！阵型不乱，稳步轻脚，稳步轻，节省体力，节省体力，速战速决。正门楼梯被堵死，走后侧应急通道，直通航场后侧小巷，隐蔽安全。还好都带上了，这下宝宝终于有足够的衣服换洗了。也就你打完这么凶险的仗，还惦记着逛商场的成果。保持检查。我去，这里居然藏着一只高阶进化者，还有牺牲的穿保安制服的男性。跑！好你个杨超，平时兄弟相将，关键时刻还乱开玩笑，别废话，赶紧扔手榴弹，在他嘴里踹飞他，赶紧滚远点炸，快点！给我放开他，那是老子的队友！我扔了手榴弹，你怎么办？你跟着怪物贴这么近，会一起被炸死的！在他嘴里踹飞他，赶紧滚远点炸，快点！杨超，快跑，快上车！疼死我了！这威力也太顶了！让你早点跑，非要耍帅拖后腿，这下吃到苦头了吧？动静已经闹得这么大，附近感染者迟早被吸引过来。我们抓紧时间，先看看有没有残存的燃油，以站稳警戒。也应城有油，这处加油站的地下储油罐根本没被抽干，能用，尽量多装。普通轿车3桶就够，但房车和大巴车耗油量批存极大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满油的站点，这放俗算白了。看这身装束，这人应该是正规基地或者外勤安保的，应该是落单执行任务。居然还有幸存者，快
别耽误，立刻搬上车带回营地。再不抓紧存油，后续车队返程根本不够用。走，立刻回撤。周医生，周医生，快救人！有人受伤。伤者什么情况？伤在哪里？是一名部队外勤同志，我们在加油站发现他的时候，已经重伤濒死，还有一名同伴已经遇害，被进化者啃食牺牲了。快抬下来！停，场，不要颠簸，火力检查，上手术。伤者内脏严重挤压破裂，大面积的肺间阴血，立刻搭建无菌简易手术室，全部按照最高消毒标准布置。快，收到。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故？怎么会遇到进化者，还救下一名部队幸存者？2号叫车之后，还说兵受伤的进化者，轰炸的同伴已经牺牲了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只来得及抢运几桶燃油，就立刻返程救援。辛苦两位爸，冒险勘察，再去加油站，均满箱存定水，一次性行动用量。好，立刻出发。爸，之前第一家加油站彻底无油，偏偏这家有油。你说之前的空加油站是不是这些外勤部队的人抽空的？大概率是。这种系统性整片区域的油料清空，绝非普通散人能做到。只有部队统一搜集物资，统筹调配，才会做得这么彻底。是部队高升，如果是小周有2个人在一片区执行任务，未免太过冒险。人员折损，一路拼死突围到这里，最后就只剩他们2人撑到现在。大概率是。这种系统性整片区域的油料清空，绝非普通散人能做到。只有部队统一搜集物资，统筹调配，才会做得这么彻底。是部队高升，如果是小周有2个人在一片区执行任务，未免太过冒险。人员折损，一路拼死突围到这里，最后就只剩他们2人撑到现在。人算是保住命了，内脏出血暂时挺住，接下来就看他自身的恢复情况，能不能扛过术后危险期。今天肯定不能启程赶路，贸然颠簸会直接引发2次大出血。全员原地休整，明天再看他的恢复状况，决定后续行程。末世里挣扎求生，真是命苦，也不知道他术后会不会触发病毒疗感染，一旦变异后果不堪设想。丧尸病毒的活性载体主要击抓撕扯的开腹抓伤，没有被饲养，大概率不会出现感染变异的情况。那就万幸了，等他彻底自己醒过来，正好问问来历。简单清理出一块空地铺地铺，也能好受讲整一晚。大巴车干净整洁，被褥也规整，就让林薇、芝芝他们带着孩子睡车上，女人小孩睡得安稳，也不容易受凉。就这么定。我明白全增，所有人把车上遮光窗帘全部拉严，一丝光芒都别露出去，免得吸引周边游荡的丧尸异变体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去给大家准备晚饭，简单做点热食，暖暖身子。我们也来搭把手。小刘、小周他们在后山搭了临时值守帐篷，那边位置偏视野杂，夜里容易藏隐患。今晚谁去值守看口？师叔，您放心，后山今晚我来守，你们好好休息，养足精神，这边绝对不会出问题。有你守着，我们放心，做事稳妥细致。救的我吗？我的队友呢？他还活着吗？抱歉，你的队友没能撑过来，已经牺牲了，好好静养。我现在去叫周医生过来，给你做术后复查。还有随行医生，是市中心正规基地的人。目前恢复情况还算稳定，炎症暂时压制住了，可以小口喝些温水补充体力。等下让小周、小刘帮你清理换药、复查身体。你这次命大，送来的时机刚刚好，再拖延半个时辰，内脏持续出血，就彻底回天乏路了。谢谢你，医生。你尽量多休息，保存体力。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启程继续赶路。要去哪里？看你嘴唇干裂严重，少喝一点润润喉，别大口吞咽。我们的目的地是市中心主基地，打算前往那边休整落脚。千万别去，你们这是去送死！残余生存者早就先行撤离，往西方山区转移，建立了新的山地基地，市中心早就成了无人镇守的死域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这一路丧尸越来越少，我们竟然一直走反了方向，直奔死地而去。你是官方基地的外勤人员？我们是基地最后一批撤离的外勤小队，沿途清扫全员拼死抵抗，队友全部牺牲，只剩我一个人带重伤逃窜，侥幸撑到了这里。刚刚的是正规基地外勤人员，他说市中心基地早已废弃，如果芝芝手里的特殊对样本。靠海基地，那不是我们最初登陆的地方吗？不是同一处海域，我们现在位置离新的科研基地很近，全速赶路的话，后天得克服。好，改道。我们不是西山基地更快还算安全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这里太安静了，那就改道去海边基地。
把样本交接完成，我们就立刻离开。我们既然到了基地，不考虑留下来长期驻扎吗？正规基地资源充足，战力集中，比我们独自赶路安全太多。不是我不信任生存官方基地，只是我们队伍里带孩子老人，不会京城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海边基地环境稳，规则公平，适合老小生存，我们也可以考虑短期驻扎，静观其变。没有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前几天明明还能捕捉到特殊电波动，那是高阶进化者的专属信号，现在彻底消失了，全部清零。教授，你先冷静一点，或许只是目标生物暂时由于掉了将体制外灭了。没有出信号，没有病毒突破口，丧尸或丧尸变的核心秘密，没这末日僵局根本打不开。此处禁区停熄火，全员下车核验。野外幸存取者携带特殊异变样本，无偿交接科研物资。慢着，这2枚样本带异毒波动，活体接触者不感染。告诉我来源：1枚高阶异变体核心组织，1枚幸存者临终托。样本无偿上交，人质易尽。家里有老人孩子，不留。站住！林威，只有你们加入计划，也许是破解关键。我交样本，你却扣我做活体实验，恩将仇报。带去地下禁闭室。孩子，阿姨看得出你心不坏。抓活人做实验，乱世前也是死罪，要枪毙的。你母亲疯魔了，她眼里只有数据，没有人命。你比她清醒，更像研究者。10点换班，3分钟空窗，车还在外面空地，物资清空但能开。孩子呢？2个宝宝在顶层营养保育室。我妈虽疯，但极喜欢孩子，一直亲自照看。出去左拐到底，最后一间，我会留门缝。乱世太脏了，也就你们干净的让人舍不得。你们怎么出来的？苏念！全部停下！动员动员！教授遇害，犯人逃脱，必须追击！我母亲偏执滥权，恩将仇报，私情无辜，违规活体实验，错在先。祸人由他而起，与旁人无关。所有人圈地待命，终止追击。那个教授也太坏了，还好薇姐没让我们全员进楼，不然今天全折在里面。抱歉各位，你看到是经罪之返，说不定真靠着无数理研究里关究关键系数。我盘过城东他们设备体系，那基地并非一无是处，唯独他们能事半功倍易尽，剩下成败交给他们。我们唯一目标返回别墅去安分休整。万幸教授女儿苏念心存底线，不然我们这群老弱妇孺真叫天天不应。抱歉哥，我一直以为海边基地是净土，是研发疫苗的希望之地，没想到到那里如此疯狂。太好了，和你无关，你看到的是基地最初宗旨，看不清人心腐烂。真想找个安稳地方好好休息一阵。尿不湿、湿巾都快见底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妈别发愁，返程顺了，多停几处搜刮，一次性囤够，回去安心休整。妈不是心疼物资，是心疼你们。每次外出搜国都冒险，到处都是丧尸。您放心，高阶进化者几乎绝迹，零散丧尸不足为惧，团队配合默契，不会出事。你看，小家伙吃得好，睡得响，都长分量了。是啊，晨曦没事也陪烂烂玩。2个孩子相互陪伴。我末世前看过这片区域规划网帖，这里是核心工业基地，工厂品类齐全，物资储量极大，是我们返程路上最后最优质的搜索点。厂区规模大，末世前工人数不输胜数，直流丧尸数量远超普通街区，密集度高，风险最小。怕什么？我和杨超先进去探路。不用，你们有别的重要任务。啥任务？太难的我可干不来。这次搜刮完毕，直接连夜返程，中途不停留。你和杨超分头去周边村镇物流站点，再征用开来2辆大型货运车，物资多，必须多备车。这活儿简单，马上出发。爸妈，你们和婆婆他们留在车上值守，全员集中1辆黄车，守住车辆和孩子。我想孩子跟着你们进去。这是全是丧尸，我们照顾不到，太危险了。就是因为政府为在生存，在厮杀保命，是我们大人应该扛的责任。末世已经夺走太多，没必要让孩子过早直面血腥，他该有安稳的生命。谢谢你，林薇。没事的，一切会好起来，我们好好活着，为孩子长大。
那我们接下来怎么行动？全员一起还是分组？分开探查，分组前行，各探对应区域，全程隐蔽，不兴隆降重大规模失群。探查完毕，汇总，再统一规划搜刮证据。周医生小周小刘医疗探查组西侧厂区，林威陈月主力突击组东侧厂区，中年夫妻蒋松续航侦查区南侧厂区，江凡杨超外出找车，后续车辆停靠厂区北门。这项撤离轻轻松，每段择班，全品类。第一优先节南区母婴仓库，尿不湿、奶粉、纯棉衣物保暖被褥，队伍消耗殆尽，最胆怯。第二优先节东区食品仓库，米面粮油真空说数择时。第三优先节洗漱用品、清洁物资、宜庆性用水。第四优先中心综合成品仓库，全品类，能搬择搬，最大化储备。第一组战力清剿队，我蒋松、陈月、江凡、杨超大叔携带近战利刃轻武器，优先清剿三大仓库外围零散丧尸，封控通道，为搬运扫清剿州快速分川流水。第二组部队下班五转，妈婆婆公公所有孩童全员集中大巴房车内，锁死车门车窗，不下车不探头。全员准备，先进南区、东都西区搜刮刚需物资，最后集中将攻中心主仓库，速战速决，搜刮完毕即刻返程，全程不恋战不拖沓。南区清空，无炸队失群，仓库大门完好。别动，中心仓库有动静，不是普通丧尸。来了，数量不少。坏了，刚才分区清剿太专注，没注意联动狮群。中心仓库是整片厂区狮群核心，我们动了外围仓库物资，震动与气息彻底惊醒了守库狮群。江凡、杨超立刻守住北门装点，封锁出口，绝对不让零散丧尸靠近车辆。蒋松大叔分守东西两条通道，拦截合围过来的普通狮群，只堵不退。陈月跟我走，守住物资不乱跑。小心背后！核心威胁肃清，速进中心仓库，择优搜刮，只拿高价值储备物资，限10分钟，立刻撤离。撤离，不恋战不贪物资。那边有通风管道。辛苦了所有人，今晚好好休整，明天一早准时赶路，直奔别墅区。这次总算能睡舒服觉了。我和江凡在中心仓库最里侧搬到好几套全新军用帐篷，防水、防刮、抗风。今晚大家不用挤车厢。你们年轻人打沙搬货累一天，搭帐篷整理物资，我们来干。阿姨，我帮您搭帐篷，我最拿手。
洛洛跟着我太受苦，天天奔波逃命，颠沛流离。要是他没来到这世上，是不是就不用受这份罪了？为何他是双向选？他选最后一天，你毕竟学到天宣时，从来没有放弃过他。黑暗再漫长，也终有尽头一样。只要我们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人，会的。哪片灾倾覆，国家也一定会扛下来，重建秩序。我们只管好好活着，静待归光。我来看看我儿子。尹崩跟着我妈在大巴车上睡着呢，睡得很沉。好，那我去看看他们。爸，你们也太早了吧，天才刚亮。醒了就去洗漱收拾，吃完早饭准时出发。好嘞，那我先去洗脸。妈，您一大早还辛苦蒸包子，多累啊！刚上了路没时间生火，蒸点包子方便携带。顶饿省事儿，孩子，末世里能吃上热乎手工包子可不是常事，不是天天有的福气。阿姨手艺太好了，鲜软入味。现在多辆货运大人手够吗？还有人会开车？接下来我开，其余晃速赶路，不必要叫车休整，绝不停车逗留，一路直达别墅区。林威，那是安保队伍的人对不对？是官方派下来的救援队伍，我们终于等到官方救援了。事实看着没错，但不能完全确定身份真假。末世里伪装套豪的势力太多，先别停，低速慢行，直接开过去试探。到消息，上他吧。林威，他们是我的队友，是真正的官方救援队伍。中山那边大型安全基地彻底搭建完善，秩序稳定。我打算跟着他们去基地定居。你做不到，我看你想去，我绝不拦。这是你的担保储备不足，你跟着官方队伍，至少能安稳吃饭活下去。队伍沿途搜救幸存者，遇到不愿撤离部的老人百姓，都会主动留下大半物资。你们一直在沿途救援存者，真的有人在默默救大家？你也是退伍穿便服、多扣衣服的男性，谢谢。骨子里都是家国情怀，怎么不跟着他们去基地支援？不去了，国家和人民不缺我这一个当过兵的，无数战友还在冲锋在前。但我儿子不一样，我儿子只有我这一个亲人，我不能再离开他。乱世之中，家国大义重要，亲人羁绊更难得。很抱歉大家，本来以为我做的拉胯红苹果就不会搬运，但今天还是有粉丝提醒了我已经被搬运了，并且对方播放量比我还高，所以我决定先暂时停更，等到投诉有结果再恢复。如果红苹果没有给结果，那么这部剧就到此为止了。感谢大家的喜爱和支持。我们是要全部爬上去，没事，就当末世里难得的锻炼，慢慢走。这么多东西全部靠人力搬上山，天黑都未必能清完。上次撤离太匆忙，好多东西都没来得及收拾。登顶后先统一整理，坏掉过期的丢弃，完好可用的统一归类收纳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就是因为你们这群人，王叔才会死。不怪我啊，我只想活命过来寻求庇护，你不能把气撒我身上。他们王叔那群来回周标，和老大全变丧实验，我趁乱逃出来；另外游荡恶果全变丧尸，我趁乱逃出来，跟着白灰做老大求活命。你这么怕死，独自留在空别墅。这山头格外安稳，我才敢一直待在这里。因为别杀了他，给王叔报仇。这真和我没说没害过人，你跟着白怀灰求路。小周，你怕是一股逆转人心，怎么干脆干脆给周转白白胖胖？你不只想活下去有错吗？躺在别墅好吃懒做，啥爷？我只……林威，你怎么看？先绑起来，等其他人到了再商量。好。别杀我，求求你们，我只是想活命。闭嘴，再好也没用。这人是偷偷闯别墅的坏人。小哥冷静，林威交代过先别动他，优先整理物资安顿住处。这是你们的仇人。我们之前的队友王叔牺牲在了他同伙手里。那他那个害人的同伙呢？早就被我们当场斩杀了。你们报仇速度干脆利落。今天先把贵重易损刚需物资隐蔽藏好，剩下大件明早再办。林威，那个人你打算怎么处理？私心想让他死，替封他死了，我们真的会彻底释怀。芝芝，末世秩序崩塌，我们之所以能抱团走到现在，是守住了心底的人性。杀人阴影就在汉子。我发小那么善良，从来没害过人，不该死得这么惨，这么不值。好孩子，我懂你的委屈不甘，真正惩治凶手，放下仇恨，需要更大的勇气，不是一时的杀戮泄愤。对不起芝芝，我刚才一直吵着要杀他，但我非真的亲手了结别人的那一刻，没有解脱，只有无尽的负罪感。否则你永远忘不掉他跪地求饶的模样。你们所有人都在劝我放过他，对吗？谁说我们要放过他了？有时候死亡太轻松了，对他这种苟活的恶人，死亡是最好的解脱。不让他活着赎罪，受尽煎熬，才是最彻底的惩治。想发泄，想讨公道，尽管去，有一生收底出不了人命。以后千万别得罪林威，看
看着温柔平和，不动声色，手段比谁都狠都通透。你故意说出些释怀人性的话，吊大家情绪。我一叔一开始强硬接受出想法，不让报仇。以他此刻偏执非分的性格，只会积攒怨气，埋下心结，甚至会偷偷冲刑事。但先顺着劝他绝望学不公，再告诉他不用放过，可以尽情讨公道。他的情绪彻底释放，心结彻底解开，往后才不会仇恨困住，才能真正放下。算了，白辉已经死了，真正的始作俑者已经伏法。你只是个苟活的跟班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没必要再揪着不放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各位饶我一命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从此之后各安天命。宁崩一直哭，怎么哄都哄不好，我不知道是哪里不舒服。没事儿，不是不舒服，是饿了，夜里消耗大，孩子馋奶了。我还是不太会带孩子，太生疏了，以后慢慢学，以后就懂了。是啊，乱世只是一时点，等末日彻底过去，山河恢复安顿，这孩子往后的日子，大多还是要靠你亲手照看，亲手带大。我说江凡，你都研究这破收音机好几天了，网络都断这么久了，这东西早就没用了，还折腾它干啥？网络基站会彻底瘫痪，但广播收音机不会彻底失效，还有信号塔，还有人在播报，它就一定能收到消息。描绘出安全基地建造于州立研发站，国家已建立标准化安全基地。丧尸感染疫苗已成功研发，临床试验完毕。肯定要是有了，有疫苗就不是南省的安全基地聚聚，多了一份希望。别急着听去，官方肯定会播报基地具体位置。特级紧急通告：临海全域强降雨即将覆盖，游荡丧尸集体移动，大规模向临海城市聚集逼近，尸潮危机即将爆发，紧急征集民间志愿者支援。临海城市，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？我不同意任何人去支援，我们好不容易安稳下来，颠沛流离了久，才过上几天踏实日子，自己的安危都还没彻底稳住，没必要去冒这种灭顶的危险。爸妈，我不是冲动，我是真的想让末日早点结束，我不想等林夕长大，依旧活在丧尸朝不保行不保奉者，挣一个安稳的未来。总之，我绝对不同意你们去冒险。新疫苗疫苗研发成功了，我和林威过去，既能支援前线，也能顺势接种疫苗。我说了，我不同意，往后再不去把丧尸感染。先吃饭吧。妈，你也不想让我去对吧？想去就去吧。别让背着孩子时光负重赶路了，回头换身轻便的作战服，照顾好自己。好。若是放在以前，我绝对不想去，我只想守着你们母子安安稳稳活下去，一家人平安就够了。可林薇说的没错，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着小家，只顾着自保，人人都选择袖手旁观，那这场末日永远不会结束，苦难会一直延续下去。不行，一起去。家里必须留一个人照看孩子，孩子还小，离不开大人，独自留在别墅会害怕。我们可以自私一点的，就守着我们的小家安稳度日，不好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活着回来，平安归来。这次临海支援，你去吗？我不想去，是察觉到前线太危，心里怕了。我只是怕，就算我们不去，也会有其他人挺身而出，不缺我们两个。我好不容易安稳下来，真的不想再拼命了。那你杨超，你去里看看，兄弟一场我就陪你去。行吧，你想去，你去哪我去哪，并肩到底。无声。临海官方基地距离我们的位置不算远，全程国道畅通，车程1天就能直达，天黑之前足以顺利抵达。那还等什么？出发赶路就完了。我们并不清楚临海基地的真实现况，万一基地物资切规则科，我们必须留有退路和保障。基地情况未知，我们必备布置上数辆饮水，万事所有人供给同行，不分开不落单。车内空间宽敞通透，设有4个卧铺高的车，足够我们全员乘坐，物资存放，适配长途出行。林薇，说实话，你真的一点不担心留别墅的宝宝吗？有我爸妈陈岳父刘兆科的安全稳妥，我完全放心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想亲眼见证这场末日的终结。根据这段时间的异变规律，你就会使他们彻底闭关临海高阶进化丧尸。只要不让丧尸接触雨水，就能阻止进化。丧尸看遍布临朝鲜，再配烧瓶和无人机侦察，精准打击，或许能争取时间。只要不让他们接触到雨水病毒，就能整片临海区域，就能阻止他们大进化。丧尸依靠听觉、嗅觉锁定目标，视觉极其勃勃。我们可以引发整片营帐声源、特殊诱饵，将这等散丧尸全诱集到一处，集中火力轰炸剿灭。我们可以依托基地资源，搭建大型军备、充足武器，可机制由批量聚拢尸潮，统一剿灭。所有新进基地的幸存者，前3天可免费领取每人2餐基础食物，3天过后实行积分制度，参与基地值守、物资搭建、前线支援等工作即可赚积分，兑换食物、水和生活用品。大家齐协力，各司其职，末日终会过去，安一定会来。又需要直面尸潮冲锋作战，风险最高，必须优先免疫。苍通幸存者按批次有序排队，逐一接种，切勿混乱。没想到官方选定的临海基地竟是这所大学，居然还活着这么多人。车上是否携带生存物资？我们自备充足物资，国家可以短期内搭建秩序，提供希望，但无条件扶持所有人。末世的安稳从来不是凭空而来，想要真正改变现状，主角只能靠自己，靠所有人并肩拼命。姓名、年龄、是否携带孩童、孩子年龄、随行家属情况。陈月，30岁，家中有一名幼童2个月大，随行父母均身体健康，一同在队，孩子才刚出2个月。这么小的年纪，正是需要父母陪伴照顾的时候，你怎么还愿意主动前来前线当志愿者？国难当头，总要有人挺身而出，想来便来了。
请问本次领海大范围雨季具体预计何时降临？我们一路赶路，听闻雨季将随方高阶丧尸。气象监测设备有限，无法精准判定具体时间，只能确定就在全域之内。我们小队研究出一套可行方案，可以大幅降低雨势失潮进化暴动的风险，提前监测贴城病患。好，帮你们通报最高负责人，希望你们带来的真的是能拯救危局的好消息。听说你们一行人有应对雨季失潮的解决办法。基地长您好，我们的核心计划是赶在雨季来临病毒浓度升高零散身，提前叫他们接触雨水进阶变异，从根源规避大规模高阶失潮爆发。说说你的具体部署方案。校内广播系统确实可以重启使用，高频声波足以大范围吸引丧尸。但最大的问题是，基地内幸存者人数众多，一旦开启基地大为诱捕，驱流混乱，极易出现误伤、踩踏出逃风险。普通诱杀方案无法规避人员隐患。旅法基地还有大型工人公署医院、连片居民小区，场地安全足够安置设完善，完全可以清空校区执行诱杀计划。大规模人员整体迁移，耗时耗力，隐患被极多，而且但雨季来临生前无法彻底肃清丧尸，残留失潮进阶变异，等待我们的就是无法抵挡的灭顶灾难。人技和补气时间，等只需按其要飞驰上方制高点，无需大药一变，在清德洞四清区的零散失潮。你求只要需大量消耗重武器，我们于挤满丧尸，无需消耗正弹药，以最小代价一肃清整片区域的零散失潮。你们专心挖好防线坑，设备我来搞定，各司其职，咱们分工活命。全员加快速度，10分钟后准时开启声波诱杀。左右声道差值5赫兹，覆盖半径扩至3公里，盲区清零。警告潮神院，这是导失潮的陈院。全员后撤，远离水池，爆破实际场所。江凡，关闭 N 波设备，所有人分区清扫，逐片排查，零残留，零漏网。后方民众守住深坑防线，严防残余丧尸突围。不只是你们，不只是你们所有人，是所有人坚守，救下了整个领海基地，救下了整片区域的所有幸存者。林威。接种完成，从此无惧危险感染，病毒彻底免疫。折腾这么久，终于不用看见危险就拼命跑了。不是我们赢了厮杀，是人类终于熬过了至暗时刻。还知道回来，再晚一点回来，你看看林夕还认不认得你这个妈妈？妈，我回来后不走了，好好陪孩子，好好陪你们。
周医生。杨超，杨超，杨超，